从枯井而入，自另一口枯井而出，所处是一处败落的小庙。不过片刻，借地府小路，他们远离了五部洲之地，到了这大千世界中，各自都感觉略微有些不太真切。季无忧赞道：当真不愧是轮回宝地，地府竟有如此高明的乾坤布置。忘情上人似乎有所感悟，喃喃道：天道之威，非人力可及也。李长寿心底所想没这么复杂，比两位前辈高人简单多了。倒是可以通过城隍枯井这个系统，快速的调兵、运兵，隐蔽性也不错。回去之后就仔细分析，搞一波论城隍庙交通系统，在各类算计布局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出来。江灵儿忙道：长寿，这边走，跟我来。李长寿此刻已经是辨明了方向，在前方急急引路。季无忧长袖一甩，卷起4个人，直奔数千里之外的那片连绵群山。这一路穿云过雾，风驰电掣，仿佛他们只要赶去的快一些，就能找到晚江雨的树林转世身一般。少顷，一处深谷，5个人站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密林深处，看着前方那一棵不断飘着落叶的老歪脖子树，心情尽皆有些沉重。忍了一路的江灵儿此时禁不住眼圈泛红，沙哑着嗓音：老大，江雨，师父来晚了。忘形上人向前拥住江灵儿，低声安慰着。季无忧虽然早知如此，但还是忍不住叹了一声，负手而立，眼底也流露出几分伤怀。他想到了悠悠岁月中那些消逝于指尖的身影。长寿师兄，柳青玄雅轻声问：真的不能救了吗？别急。李长寿沉吟几声，向前2步，抬手摁在了那老树树干上，闭上双眼仔细感受着。树灵被强行抽走，连带着这棵老树的生机也被剥离。这种情形，假若我是做此事者，又为何要这般做？这棵老树应是有数千年的年岁了，并未修成树精，自身的浓郁生机孕育出了一只树灵，也就是晚江雨的转世身。精与灵虽然相近，却有着细致的区分。这老树类似于晚江雨师伯这一世的父母，抽走树灵之人，修为应该不高于天仙境。此地残留着少许道运，对方修有离火之道。根据老树生机流逝的速度，以及那道运消散的速度，两者互相印证，逆向推算，可以大致推算出对方动手的时间差不多是在1个月前。树灵虽然不是什么珍贵的灵根，但也是难得的药引。对方抽走树灵时，将这老树的生机抽取大半，应是用在了增强树灵的品质上。如果对方选择增强树灵的实力，那就侧面表明那人自身对这一炉丹药没有那么多的把握。那会不会……李长寿静静站在那儿，其他4个人的目光尽皆聚集在了兽的背影上。片刻之后，李长寿豁然转身：掌门，弟子斗胆，请掌门立刻用金仙境仙石搜索附近5000里，找寻有无炼气士炼丹。若5000里寻不到，就尽量的往远处扩散出去。不管如何，弟子总觉得咱们不能就这般放弃。善。季无忧答应一声，迅速散出自身仙石，笼罩附近数千里。很快眼前一亮，季无忧道：就在1600里之外，有处山谷之中，一人正在阵法中炼丹。李长寿忙问：离火大道道运，天仙或者真仙境修为？不错。快！李长寿忙道：快去，师伯可能还有救。几个人顿时神情震动，季无忧身周仙力涌动，身形唰的一下就消失不见了，直接化作了一抹青光，1600里间隔转眼就被跨过。
忘情上人也立刻带着江灵儿冲天而起，从后面跟了上去。当李长寿用仙识捕捉到掌门季无忧从天而降，砸入了那简单的阵法，也是稍微的松了一口气。希望还有一点残灵吧。当下他喊上了有情玄雅，两个人驾云匆匆追了上去。待李长寿和有情玄雅赶到这处山谷，看到的情形便是这般。某个碧蓝水天的幽谷深处，一名微胖道人坐在蒲团上，保持着身体后仰的姿势，却是一动都不敢动。在这微胖道人的身前，两鬓白发一袭白衣的忘情上人傲然而立，左掌对准了道人的额头，掌心有着一丝丝青色电弧闪烁。这微胖道人胆敢动一下，便是生死道消。好在忘情上人并非不讲理之人，知道这事儿不能怪此人。取天材地宝，炼丹炼器，本就是炼器士们常做之事，所以忘情上人此时只是威慑，并未真的出手。姬无忧与江灵儿此刻围在了那已经熄了火的丹炉旁，感受着丹炉中涌动的药性，找到了几只残存的树灵灵体。前者掐指推算挽救之法，眉头是越皱越深。后者又惊又喜，几次想下手砸开这药炉，又不敢贸然出手。不用江灵儿招呼，李长寿立刻向前，感受着丹炉中的情形，稍微松了一口气。还有救。正此时，季无忧叹道：已成残灵，真灵几乎被炼化，怕是难以补救了。李长寿忙道：掌门，若是用补全残灵蕴养真灵之丹药，可否救他？或许可以一试，但此时此地去哪里找这般灵丹妙药？季无忧略微摇头：这般丹药挺难炼制，咱们门内倒是有丹方，但轻易不会有人。弟子带着了。你带了？季无忧讶然道：长寿，你没事带这般丹药作甚？我总不能说这类丹药只是自己的底牌库的一点点库存，这次赶过来的时候稳妥起见也就带上了2颗，这不能这么说吧。炼气士既然能够常备疗伤救命之丹药，那他多备一点补全残灵的丹药，应对万一被打死了但是真灵侥幸得存的情形，也没什么说不过去的吧。当下李长寿拿出了2颗流光焕彩的仙丹，恭敬地递给季无忧。这2颗仙丹的品质虽然不高，但是这类丹药本就是只需要温和的药性，品阶低一点也无妨。季无忧立刻打开丹炉，用仙力包裹那几只树灵残灵，因此是已经无法辨别哪只残灵是他们要找的晚江鱼转世身，干脆就同时用仙丹的药力温养。李长寿又转去了忘情上人处，问询这个炼丹之人都是从哪里搜集而来的树灵。为了速战速决，李长寿开口就是一句：道友，你不要怕，我们对你没什么善意。那微胖的炼气师喉结一颤，顿时苦笑连连。李长寿还没有正式开始问，只是问了几个简单的细节，对方就把能说的不能说的迅速都说了出来。此人名为蔡伟，是一个勉强上进的修道之人。3000年前成了天仙道果，一直努力修行，兢兢业业，避开了炼气士们的打打杀杀。努力了3000年之后，他终于修到了天仙境中期，长生多了一丝希望。今日之事纯粹只是蔡伟的修仙日常啊。这不是因为长期去这个大千世界中颇为有名的天涯阁嘛，体会琢磨临时情节，对吧？增进自己对大道的感悟。蔡伟近来手头略紧，就躲在此地炼丹后材。谁又能想到呢？蔡伟哼着小调炼着丹药，一名金仙从天而降，杀上门来，把他的丹炉直接给夺走了，还瞪了他一眼。各位上仙，我真的不知这里面有一位药材是你们的亲朋好友啊。道友不必害怕，李长寿温声说着，在怀中拿出了2瓶丹药。
这是与你要炼制丹药差不多品质价值的承担，还有我们那炼丹大家炼制，全当给道友弥补一些损失。这个微胖炼器师连说不用，一旁的忘情上人有些不耐的皱眉，对方瞬间点头，将2瓶万灵云长老出品的丹药给收了起来。如此也算是了断了因果。正此时，李长寿的身后传来了一声江灵儿的呼喊：江宇！李长寿和忘情上人同时扭头看去，掌门季无忧掌心之上已经多了几只拳头大小的绿色光团。元帅，元帅！丰都城之东的一线天前，一名阴差匆匆跑过来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儿，对躺在一旁石头上的勾魂使者牛头喊着：刚从城里打听到，拿着你令牌的那5位人教仙人已经从回魂井那边离开了。离开了？牛头立刻坐了起来，牛眼一瞪，又扭头看脸两旁拉起来的布帛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一句句问候的话语，像什么地府欢迎你，幽冥是我家，稳定靠大家，今日做兄弟，轮回不避己，这都还算是比较一般的口号。那句穷牛之思凝出的常回家看看，当真是可惜了，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。哎呀，罢了，走了就走了吧。应该是有什么急事儿。牛头有些失望地说道：元帅，这咋办？兄弟们费心做了这么多旗子。牛头想了想，随口安排了一句：后面每个从此地路过的仙人，给他们每个人塞一个，不就完事儿了吧？元帅高见。哎呀，大无忌总是让我时刻不能忘记此时的身份。哎呀，我酝酿下情绪啊。闷儿，哎呦，像极了。万幸，总算是救下来了。看着眼前这一团绿光，注视着里面那个不过拇指大小，还有一些轻幻的小小倩影。这般树林让李长寿想起了上辈子听过的一些小故事，很正经的那种啊。找到了晚江与师伯，李长寿的心底再次浮现出师父垂垂老矣的模样。人嘛，这辈子其实也只有几个有数的追求，老有所依，老能解衣，都勉强算是其中之一。若是师父也有希望长生不老，那李长寿这个做弟子的也不会操这么多心。但是啊，师父就算今后能有天庭神职，功德护体，也就勉勉强强能活个几万岁罢了，连洪荒中一些不修行的老灵兽都比不过。晚江雨的残灵虽然得以保存，但是此刻依然是十分虚弱。一个正常的树灵能够幻化出大概的人形，此时晚江与师伯的树灵转世身却只能躺在那颗光球之中，气息奄奄，随时都有可能会消散。但只要回到渡仙门中，自有生机浓郁之宝地，让他能够休养生息。渡仙门5人并未多耽搁，迅速飞离了这片大千世界，在虚空之中找好方向，赶回5部洲之地。后面的事该如何安排？总不能等师伯养好了伤，自己去找师父嘿嘿一笑。嘿嘿，师父，你要道侣不要？开玩笑。树灵本身修行十分的困难，他们就如同在树林中栖息的灵体，很难去参悟大道。依照李长寿的个人观点，其实最好的选择还是让晚江与师伯在树灵寿元耗尽之后重归轮回，投生人道。当然了，此事他一个人做不了主，后面还要跟小师祖师妹一同商量。师父齐元暂时没有知情权和发言权。回去的路上，江灵儿将小树灵捧在掌心，搂在怀中，是那般的小心翼翼，不断地为小树灵注入仙力。顺带一提，那个名为蔡伟的天仙境道人，李长寿他们并未过多留难。李长寿跟蔡伟解释清楚此事，
并给了蔡伟足够的谢礼，顺便让蔡伟立下了不再追究此事的大道誓言，签字初级版。当时一同救下的其他几只树灵，姬无忧也随手将他们放归到了丛林中。他们后面能不能活，那就另说了。姬无忧驾云，5人盘坐于云上，横渡天外虚空。这位金仙境掌门集运输、斗法、解说、利奇等功能于一体，这次呢，也是给门内小弟子李长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伤愈后的掌门也是挺靠谱的金仙高手嘛。话说回来，这还是李长寿第一次飞出5部洲之地这么远，虽然是指道人化身。漫无边际的空虚中所能见的独特风景，便是偶然出现又迅速划过的一方方天地，一处处世界。江灵儿见多了这般情形，此时也没有心情欣赏。而忘情上人有秦玄雅与李长寿常年宅居修行，对于这般奇景都抱有浓浓的兴趣。由洪荒碎片演化而成的大小世界，都是天圆地方的结构。大地与汪洋平铺在一个水平面上，被半圆状的天幕笼罩，天幕上有诸天星辰的投影，这些投影大多都是残缺不全，对应着各处世界的道则是否圆满。因为急着赶回渡仙门，他们也没有机会找一方世界细细观看。而且凭渡仙门一行5人此时的修道境界，便是盯着这个世界看个几千年，也很难有所感悟。再造乾坤乃大术，非大能不可领悟。想到世界，李长寿就不免想到了那24颗可以自成乾坤天地的定海神珠。想到了定海神珠，李长寿就想到了那位义薄云天、双腿无骨的赵大爷，禁不住露出了几分笑意。这赵大爷还是挺可爱的。